巴赫穆特即将陷落的口号，俄军已经喊了快8个月了。在该地区被包围后，就连北约秘书长也悲观地认为巴赫穆特会在几天内陷落。但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瓦格纳士兵都阵亡了一茬又一茬了，这座小镇却依旧坚挺。在此地防守的部队可谓是功不可没。今天大兵就带各位了解一下巴赫穆特的守护神，看有哪些是你知道的部队。先来说一下近期的战况啊。当前的巴赫穆特战况依旧焦灼，南线的乌军依托伊万尼夫斯基的炮火优势和高度差，对南线进攻的俄军造成大量的杀伤。俄军在南线的进攻截止到今天仍未取得巨大突破，0504公路依旧被乌军所控制。在市区东面巴赫穆特河东岸的俄军仍无任何渡河进攻的迹象，乌军也在这个方向保留了防御部队，双方仍是使用迫击炮等火力对轰。在部队方面，当地的乌军编制共有10个旅和2个雇佣兵团，他们分别是93步兵旅、第24、53、54机步旅、第58摩步旅、第4快反旅、第110、115、118国土防卫旅。2个雇佣兵团则为格鲁吉亚国军团和车臣杜达耶夫营。其中呢，乌军的王牌部队93步兵旅咱们就不细说了，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看大兵往期的视频，里面有专门讲这支王牌部队的。那么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其他部队。第24独立机械化旅又名约翰逊旅，这支部队呢是以英国前首相约翰逊的名字命名的。因为约翰逊在任时力挺乌克兰，向其送上了大量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乌克兰为了感谢约翰逊的帮助，将第24独立机械化旅命名为约翰逊旅。该旅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2战时期苏联建立的第24步兵师，该师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役，有17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将其缩编为第24独立机械化旅。这支部队也一直被认为是乌克兰的王牌。2005年，该旅不负众望，夺得了乌克兰全国战斗力排名第1旅，其人数在4500人左右，拥有1个炮兵营、1个摩步营、1个步兵营。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该旅主要负责守卫顿巴斯地区，并被部署到了顿巴斯的波帕斯亚纳。3月中旬，乌东民间武装集结攻打波帕斯亚纳，由于装备简陋，几乎没有前进一步。即便是后来俄军和车臣武装加入战斗，但依旧被24旅牢牢挡住。到了2022年5月6号，泽连斯基颁发了第315号总统令，授予第24独立机械化旅勇敢和勇气荣誉。在俄乌战争开战前呢，这支部队先后在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波帕斯纳和巴赫穆特战场中与俄军数次交锋，期间更是在利西昌斯克战役中成功掩护了乌军大部队撤离。现如今正在守卫巴赫穆特。乌克兰第53独立机械旅成立于2014年的乌东战争时期，它的兵员呢是来自第17坦克旅和第24机械旅。那会儿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编制混乱，导致战力低下，所以决定进行军事改革。第53机械旅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这支部队除了前期改编过来的兵员，还大量吸收了顿巴斯地区的年轻人。在泽连斯基就任为乌总统之前，波罗申科政府就已经将这支部队长期放在了顿巴斯地区和俄作战。在过去9年中，第53机械旅和俄军打过很多次交道，先后曾被派遣到卢甘斯克、赫尔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区执行任务，到2019年才被调往顿涅茨克州南部，并值守至今。因此，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算是俄乌战争爆发初期乌军之中战斗经验最丰富的部队之一了。该旅下辖2个机械化步兵营、1个摩托化步兵营、1个独立突击营、1个坦克营、1个 2S1 122毫米自行榴弹炮连、1个 2S3M 155毫米自行榴弹炮连、1个 BM21 火箭炮连、1个 2A29MT12 100毫米牵引式反坦克炮连、1个 MTLB ZU232 防空连，以及若干侦察后勤保障单位，总兵力约5000人左右。在俄乌战争爆发后，驻守在沃尔诺瓦哈的第53机械步兵旅紧急派遣部分兵力机动至前线阻挡俄军的进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遭遇战。但是随着2月26号战局逆转，53旅节节败退，俄军第100摩托化步兵旅沿路往沃尔诺瓦哈方向推进了11公里。
同日，俄罗斯空中力量开始对沃尔诺瓦哈城内的军事目标展开空袭，摧毁防御工事。3月1号，俄军第100摩托化步兵旅和斯巴达营基本完成了对城市的封锁。同日，53旅也接到上级的撤退指令，开始从北侧突围，双方发生激烈交火，最终导致突围失败，53旅不得不退守城中。但是由于战争初期的俄军火力实在猛烈，对53旅造成了重大打击。俄军也一度放出传言表示53旅已经被全数歼灭了。到了4月份，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公告，声称该旅已经完全失联，也就是间接承认这支部队已经被歼灭。但是后来出于稳定军心的考虑，泽连斯基重新组织了一批士兵前往德国接受训练，为这支部队补充了兵员。2个月后，北顿涅茨克攻防战打响，重新整编的第53机械旅被派往前线。但那场战斗呢，因为俄军占据着火力和后勤补给的巨大优势，导致乌军不得不撤退。这次撤退导致该旅被团灭的传言再度出现。但令俄军失望的是，这支部队很快就又被部署到了巴赫穆特战线上。这几次的传言也让大兵有一种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谣传企业号被击沉数次的感觉。该部队到了巴赫穆特后呢，在一开始并没有进入核心区域，只是在巴赫穆特南部的几个村镇打辅助，偶尔有捷报传出。但随着俄军从赫尔松撤离后，由瓦格纳集团助阵的俄正规军对巴赫穆特一线的攻势开始增强，而53旅呢，则成为抵挡俄军进攻的中坚力量，并坚守至今。第54独立机械化旅成立的时间呢，稍晚于53独立机械化旅。在2014年12月，乌克兰从第24独立机械化旅和第17独立坦克旅各抽调了一个机械化营，在巴赫穆特合编为该旅。同时加入该序列的还有第25基辅罗斯独立摩托化步兵营和被击溃的第30独立机械化旅的残部。从装备上来讲呢，第54旅是2014年底乌军重新组建的11个旅中少数重装备数量达到机械化旅标准的部队了。到了俄乌战争的第一阶段，第54旅被派往驻守马林卡，他们依托当地完备的防御工事，对俄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使其一度止步于马林卡地区。直到马里乌波尔方面战事已经明朗化后，俄军才又调集了第58集团军，加强对马林卡的攻势。但驻守在这里的第54独立机械化旅打得也非常顽强，让俄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在这场巴赫穆特战役中呢，54旅的表现也十分亮眼，曾不止一次的在巴赫穆特西方和北方发起反攻，并成功攻陷了俄军阵地。这支部队呢，是最早在巴赫穆特作战的部队。早在2017年7月，第58独立摩步旅就前往了巴赫穆特公路一带构筑阵地。进入2022年，俄乌边境局势日趋紧张，美军各方面的情报已经基本计算出了俄军即将动手的具体时间。乌军根据这情报判断，在其暴风雪2022战略演习的掩护下，已经在北部战区边境将所有兵力全部战略展开。其中第58独立摩步旅的3个摩步营和坦克营分别被部署在了切尔尼戈夫、苏梅和涅任3地。看来乌军最初对这方向也并不看好，只是希望该旅和其他部队可以尽可能的拖住俄军。在战争爆发后，俄罗斯的集团军群似乎并没有把这些分散防御的乌军部队当回事儿，其下属的近卫第2集团军虽然具有兵力上的优势，却没有攻击第58独立摩步旅把守的各个居民点，反而是绕了过去，直插基辅至苏梅公路，以实现其分进合击基辅的战略目标。当然结局我们都看到了，没打通城镇交通线的俄军最后是进退两难，不得不跑路了。到了6月中旬，以顿涅茨克武装为主的俄军在进抵巴赫穆特郊区后呢，就开始和第58独立摩步旅形成僵持。当地虽然地形并不复杂，但也不是说一点防御工事都没有，俄军的短暂突破也再度陷入停顿。瓦格纳也在此时进驻巴赫穆特战线。到了11月，巴赫穆特方向的瓦格纳集团总兵力已经达到2万余人。第58独立摩步旅虽然有新调来的第93独立机械化旅等友军的支援，但在瓦格纳敢死队的一波波冲刷下，也开始有点扛不住了。但即便如此，该部队还是坚持到了12月12号，才将阵地交给其他乌军部队接防，回到后方整补，以准备下次换防。
第4快反旅是乌克兰在克里米亚事件后由国民警卫队组建的一支现代化的新型机械化部队。该部队严格按照北约标准训练，全旅下辖2个突击营、1个坦克营、1个炮兵营以及其他无人机和后勤单位。该旅最初在成军之后呢，部署在基辅周边地区，被当作禁卫军使用。在基辅战役爆发后，为了阻止俄军占领安东诺夫机场，第4旅大规模出动。由于该旅装备有大量重型装备，使得其成功击败了来袭的俄罗斯伞兵。后来该旅还参加了赫尔松反攻，如今呢也是乌克兰防守巴赫穆特的主力。这3个旅呢分别来自乌克兰的东部和北方司令部。相较于前几个部队，这些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就相对弱一些，但胜在人数众多，非常适合进行城市防卫战和敌后游击战。但是相较于专业军队而言呢，乌克兰领土防卫军的组织有些问题。虽然他们是从2014年底就开始组建了，但期间领土防卫军的组织经过许多变化，新的组织结构在2022年1月才确定。这影响了乌克兰领土防卫军的动员速度，导致该军到了第11天才基本上完成动员，而此时的赫尔松等州已经沦陷了。这些地区领土防卫军的动员都没有展开，但虽然有以上这些缺点，但是乌克兰领土防卫军依然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格鲁吉亚军团是参与俄乌战争中最著名的外国单位之一了。该军团从2014年以来一直在运作，从2月以来已经参加了9场重大战役。军团有大约1000人，是精锐的准军事单位。除了格鲁吉亚人之外呢，军团里还有大约50名英国士兵和数量不详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士兵。该军团的指挥官马穆拉什维利是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冲突的老兵，并且还参加了2008年的俄国战争。对于他而言，参加这场俄乌战争不仅仅是在保卫乌克兰，也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即便是身处于巴赫穆特绞肉机，他仍然与俄军作战。车臣杜达耶夫营，杜达耶夫营呢是由车臣人组成的，不过呢，这和由卡德罗夫领导的车臣武装不同。杜达耶夫营最初呢是由反俄的穆纳耶夫领导，在俄罗斯与现任车臣政权眼里，杜达耶夫营是名副其实的反对派武装，在战场遭遇，双方都想歼灭对方的力量。虽然这支部队在建立初期实力并不强大，但是在乌克兰和北约的训练下，该部队已经拥有了无人机、毒刺导弹等武器。该部队在去年11月进驻巴赫穆特，与瓦格纳展开激烈搏杀。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乌军有哪些有名的部队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